活了大半辈子了，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李子还可以这样做。在我们这边啊，到处都是李子树，李子在我们这边1毛钱一斤也没人要。今天呢，我随便给它加工了一下，瞬间就变成几十块钱一斤的果酱了。用它蘸面包、蘸薯条、做甜点等，这也太实用了吧！大家好，我是于姐，今天回老家来摘点李子。哇，这好多好多的李子啊！一个枝头上面最少也有3、5斤呀。看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你看我地上拍了那么多。今天啊，要借此机会多摘一点李子，摘回去给大家分享一个李子果酱的做法。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摘了那么多，大约有50斤差不多。首先把摘回来的新鲜李子给它倒在案子上，把里面的烂叶子、把子，还有像这样的烂的给它挑掉不用。今天我们用这个篮子挑出1篮子做李子果酱就够了，因为剩下来的我还要做李子果酒，还要做李子红酒、李子果干等。下次有机会了给大家继续分享。我们把挑好的李子给它倒在清水里，给它清洗干净。洗这个李子啊，也不用洗涤剂，也不需要用盐水泡，因为我们这边是花木之乡，所有的花木苗圃都是我们这边的花农种的。他们育的有各种的花木苗圃，也包括了果苗。等他们长大了以后，有全国各地的人上我们这边订购，所以呢，也没有人打农药，用清水随便给它清洗就清洗干净了。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沥干水分，给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，给它晾干水分是最好，千万不要暴晒哦。暴晒的话，果肉就会变酸的。李子表面的水分现在已经晾干了，用刀按你喜欢的方式把果核给它切掉，切好以后给它放在盆中备用。切下来的果核上面带的也有果肉，你要是害怕浪费的话，你用手把果核剔掉，这个果肉呢还可以继续食用。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刀子从中间给它划上一圈，然后用手一拧一掰2半，再把里面的果核给它抠掉。像这样呢，一点都不浪费果肉，但是呢是非常的伤指甲哦。果核全部剔好以后，给它倒在一个干净无油无水的锅里面。我们剔好的果肉刚好是7斤，我加了2斤1两的冰糖，按我这个比例加冰糖，酸甜度是刚刚好的，也就是说平均1斤的果肉加3两的冰糖，按此推算。首先可以开大火先给它煮开，把里面的果汁给它煮出，然后把冰糖给它融化。刚开始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糊锅的问题，因为汁水特别的多，随便翻动，里面的冰糖和汁水全部都出来了。刚开始的时候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在翻，隔一会儿给它翻一次就可以了。做这个酱呢，最好是用不粘锅或者是铝合金锅，千万不要用铁锅哟。用铁锅的话，它就会氧化变黑，并且还会糊锅哟。熬制半个小时以后，就要改为中小火，要不停的在下面翻动，每次焯的时候就焯到底，以免下面糊锅。熬制大约40分钟左右，熬制这个浓稠度，要是蘸薯条或者是抹面包的话就可以了。但是里面还有皮没有煮烂，用一个细一点的过滤网给它过滤一下就好了。千万不要用打肉机或者是料理机给它打碎哦，那样的话颜色会变淡，而且呢口感也不好。炒至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你用筷子尝一下味道，你要感觉太酸了，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糖。你要是感觉不是太甜，酸度刚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盐，加盐就可以增甜哦。盐加上以后给它翻拌均匀，像这个浓稠度就可以关火了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呢想做一个万能的果酱，我把它多炒一会儿，尽量呢把水分给它炒干一点，把果酱给它炒浓稠一点，可以做很多的烘焙美食，比如说果酱甜点、果酱夹心饼干、水果月饼等。但是呢，抹面包或者是蘸薯条的时候，它有一点稠，你可以加一点点的蜂蜜或者是白开水，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食用啦。我大约又炒了10分钟左右，
炒成这个浓稠度就可以了。像这冷凉以后更加浓稠。现在果酱已经冷凉了，是非常的浓稠。在这个时候给它里面加一点冬瓜，继续熬制，就可以变成水果月饼馅料了。要想让做好的果酱储存时间长，就把里面加上大量的蜂蜜。蜂蜜是天然的保鲜剂哦。蜂蜜加上以后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然后用保鲜袋装入，给它放入冰箱保存，给它放上1年也不会坏哦。随时吃随时取，特别的方便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